2年前，我看到这张图，一下子被自然与机械、温暖与冷酷的对比吸引，立马找来玩了这款游戏《拉纳星球》。如果用一种食物来形容游玩体验，我会说是受潮的爆米花，看起来很精致，闻起来有手绘艺术特有的清香。可当我满怀期待地吃进嘴里，本该酥脆丰富的玩法体验，却带着一股重复的水汽。我很想品出音画和叙事里的甜，却总被粘牙的操作感拽回现实，实在是意难平。所以当续作带着更精致的画面、更丰富的机制回到我面前，我产生了再入坑一次的冲动。技术都进步了，这桶爆米花总该烤干水分，变得酥脆可口了吧？朋友们好，我是阿汤，今天小酌一杯就来聊聊优美自然与冷酷机械交织而成的异星童话续作，一款试图进化的电影式2D 平台解谜游戏《拉纳星球2》，以及创造了它的渴望工作室。进入游戏，先是一段动画回顾了前作，主角拉娜被迫跋山涉水救家人，结识神奇的动物伙伴木伊，对抗来源不明的机械造物，发现诺沃星球上人类起源的秘密。问题解决，生活重回平静，但拉娜求知欲的窗户已经打开，她想继续追寻前人的来路。几年过去，拉娜经常回到失落的飞船中寻找线索，她的身边还多了个活泼的小侄女，探索多了些玩耍的乐趣。一番熟悉操作的简单解谜之后，一行人离开飞船，回到村子。村子变得更加繁荣，曾经恐怖的机械造物和技术都融入了生活日常。这么和谐，不出意外的话，意外马上就来。另一个更激进运用机械技术的部落，把一颗散发毒气的矿石扔在了后山。小侄女好奇一碰，直接生命垂危。村里人因此发现了那个部落的扩张和破坏，随即出征讨伐。而拉娜为了采药材做解药，再次踏上了探索之旅。本作的第一口还是熟悉的味道，吉普力般的画面加上自创语言的无文本叙事，依然是拉娜和木伊一人一猫的合作解谜。但很快我就看到了进化，拉娜和木伊的机动性和能力都被加强，谜题展现更丰富的机制和形态。拉娜上能攀岩反墙跳，下能游泳潜水底，暴风雪里躲掩体，我直接一个滑铲。见路不平更要稳稳通过，不怕拉娜脚滑，也不怕我手滑，主要是给旁边的木伊做个榜样。木伊不再像前作，只能和固定目标互动，玩家可以自由指挥它去往各个位置，然后催眠并接管各种原生生物。最有趣的是催眠这种白色毛球，它能顺着墙壁边缘留下可燃绒毛，引燃绒毛，火焰蔓延，烧掉封路的蜘蛛网，或者让抱着冰块挡路的生物缩回去。火焰可以蔓延到箱颈表面的绒毛上，移动箱子等物体就不只是移动平台，也是让箱子和墙壁的边缘互相靠近，创造火焰蔓延的全新路径。更妙的是，点燃绒毛不一定要用明火，故意被敌对机械发现，机关攻击产生的火花也可以。你怎么这么自私？相比初代，本作的谜题多了很多与环境的结合，既有动脑思考，也有了解奇怪生物生态的部分，解谜过程着实多了很多乐趣。故事里说机械技术融入了生活，解谜场景就多了很多相关元素。拉娜和木伊会驾驶潜水器，会在火车顶飞奔，会在森严基地里摆弄无视引力方向的箱子。拉娜受重力影响，而箱子被平台位置和形状制约，就像在横版平面叠加了一个俯视角推箱子。玩到这里我非常欣慰，虽然谜题不复杂也不难，但丰富有趣的机制说明它真的在进化，只是这种进化带了一种微妙的工业副作用。最明显的表现是频繁的黑屏转场，动画和操作的每次切换都要黑屏，游玩体验被切得稀碎，故事再怎么生离死别我也共鸣不起来了。比如这一段，拉娜赶回临时落脚的村子，发现胜似亲人的老人拉库恩正被袭击，这里本该是情感的爆发点，结果2-3分钟的流程黑屏了4-5次。村外远看黑个屏，村里发现拉库恩黑个屏，拉库恩被反派打倒黑个屏，拉娜往前走2步再黑个屏，拉娜准备追击还黑屏。关键你初代会做丝滑过渡啊，为什么2代全是偷懒的黑屏转场？我不理解。前作里我最欣赏的是宏伟与渺小的对比，跳上被悬崖卡住的巨石，穿过沙滩上横亘的骸骨，策马穿梭在巨型机械脚下，携手奔跑于日夜变幻之间。然而续作几乎没有创造视觉奇观，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昏暗压抑的室内场景，能感觉到开发组在模仿 Inside 的游玩氛围，但没做到让叙事更上一层楼，只做到了让我担心水里是不是藏着脏东西。自己吓自己。开发组对拉纳星球的定位是电影式解谜平台游戏，但剧情上似乎直接照搬了某些商业片的套路。
部落间对机械技术态度不同，小织女中毒成为冲突导火索。拉娜为了救她上路冒险，按理说本该是以小见大的切入点，可前几个小时拉娜慢悠悠找药材，我都怀疑小织女只吸了麻醉剂困了，然后拉娜找个借口出去玩。到了后期，故事突然收束，重要剧情一笔带过，立马结束，部落冲突变成有头没尾的纯粹背景板。结局的主要作用是告诉你没完结还有下一步。配角全员工具人，节奏失衡，前松后进，全篇过渡只为续集留坑。开发组所推崇的电影式，怎么就成了有这几个坏毛病的电影式？本作的开发组渴望工作室来自瑞典哥德堡，他们不是传统的游戏开发者，大多来自动画和电影行业。工作室创始人之一亚当·斯耶恩柳斯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才决定追寻真正的梦想。他以2017年创作的一幅画为源头，拉上妻子和几位好友同行，开始开发游戏，包括工作室的另一位创始人，担任编剧和联合导演的发小克拉斯·马丁·埃里克松。关于拉纳星球的开发，我在初代的视频里做过介绍，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移步观看。现在只要知道，初代开发时，他们发现世界观过于庞大，很多设定和剧情塞不进一部作品，加上技术不成熟和工期限制，很多玩法无法展现，所以很早就有了续作的计划。2023年5月，拉纳星球发售，同年8月，拉纳星球2就启动开发。开发组吸取前作经验，回应玩家期待，保留前作核心元素并全面升级，增加谜题的多样性，反复迭代，平衡难度和乐趣，增加更多特色原生生物，把初代的4个指令扩展为300多个词汇的原创语言体系，用初代的一个细节作为核心的剧情支撑，用隐藏的收集品扩展世界观的深层背景，继续与古川艺合作，用管弦乐团现场录制配乐。表面上看，这会是一次全方位的进步，但从我的实际体验来看，这个系列的玩法和叙事像跷跷板的两端，玩法明显提升的代价是叙事处理的松懈。我猜可能是开发组动画和电影的多年从业习惯导致的。初代的镜头和节奏明显汲取了电影的养分，成功后让他们有信心沿用熟悉的经验，然后分出更多精力打磨相对不擅长的谜题设计，但同时也惯性带来了几个坏习惯，然后被更长的游玩时长放大。加上他们对 Inside 的叙事非常喜爱，不知不觉中越靠越近，可惜只有形式上的相像，没有叙事与互动的深度绑定，结果就是诺沃星球原始灵性的风景逐渐被精密规整的钢铁取代，反而模糊了这幅画中最初吸引人的东西。总的来说，拉纳星球2是一部合格的续作，更多机制和场景结合，让星球更加生动，明显改善了游玩体验，但它依然没有把握好电影式的平衡。如果继续用爆米花来形容，它像一桶裹了糖精但混着生籽的爆米花，闻起来更香，吃起来更甜，但糖精稍稍遮盖了食材原本的味道。忽略这些只想吃个爽、黑屏转场和缺乏说服力的故事，又像桶底没爆开的生籽狠狠硌牙。作为3部曲的过渡，我有些失望，但我依然会期待拉纳星球3。我期待拉纳和木伊把一切真相揭晓，期待异星童话找回它独有的步调，期待渴望工作室的手绘艺术继续燃烧，让电影式真正成为他们游戏的心跳。